有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灰。走在街上，看见的不是风景，是压力。打开社交软体，感受到的不是连结，是比较。每一天都像是一种等待，等某件好事发生，让我重新相信生活。我以为是世界变得太快、太冷、太复杂，但其实是我心里的光暗了。那不是一瞬间发生的事，而是一点一滴的遗失。遗失了信任、期待、好奇、温柔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段安静的沉思里，听见一个很柔的声音问我：如果你再给世界一点光，它会不会也给你回应？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我一直在等外界点亮我，却忘了自己才是那束光的源头。我开始练习，在每一个看似暗淡的时刻，给自己一点光，一点点就好。对自己说一句温暖的话，对一个陌生人微笑。在混乱中深呼吸，告诉自己，你做得很好了。神奇的是，当我开始这么做，世界也真的一点点变亮了。那些原本无趣的对话，忽然多了一丝理解。那些原本不抱希望的关系，开始出现柔软的空隙。我发现，世界没有变，是我开始用不一样的光去看它。心里有光，世界就亮了。那份光不是夸张的阳光，而是微微的灯火。是一种你即使在低谷里，也不愿完全放弃希望的坚持。是一种你即使跌倒了，也愿意温柔扶起自己的勇气。我们常常想要改变世界，却忽略了内在状态的力量。当你觉得全世界都对你冷漠时，其实是你对自己也失去了耐性。当你觉得没有任何东西靠得住时，其实是你还没靠近自己的心。所有的实相都只是你内在的一面镜子。我开始对内在光这3个字有了新的理解。不是一定要快乐，要阳光，要强大，而是要真实，要接纳，要允许自己有情绪，也有希望。那样的你，不需要发光给谁看，而是你本身就值得照亮。愿你记得，你不是等光来到，而是你本身就是那束光。愿你在黑暗里不自责，在混乱里不放弃。愿你相信，只要你心里有一点点光，整个世界都会跟着微微发亮。因为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冷的，它只是还没接收到你心里那道光。愿你给自己一点光，一点理解，一点鼓励，一点相信。愿你知道，那些你以为很微弱的感受，其实正在显化你的明天。心里有光，世界就亮了。从你开始，从这一刻开始。我曾经很抗拒现在的自己，觉得还不够成功，还不够成熟，还不够稳定。我总以为，等我改变了，进步了，变好了，我才有资格喜欢自己，才有理由安心。所以我不断努力向未来奔跑，定目标，设计计划，强迫自己坚持，以为只要快一点离开现在，就能变得更接近理想。但无论我怎么努力，内心却越来越焦躁。我没发现，我用力推开的现在，其实是最需要我拥抱的那一刻。我以为我在进步，其实是在逃避。我想要显化丰盛，却无法与自己共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那天我感到极度疲惫，什么都不想想，什么都不想改变。我静静地坐着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我不想再逼自己了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让自己停下来，不是放弃，而是放下。放下对自己的评价，对现状的抗拒，对未来的逼迫。我开始对自己说，
即使现在还不是最好，我也允许你在这里。即使还没有答案，也没关系，这里就是我的起点。神奇的是，就在我开始接纳当下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一种奇妙的稳定。不是外在改变了，而是我不再把现在当作错误或暂时的过渡，而是开始相信，此刻就是我最真实的所在。我开始明白，真正的力量不是从改变自己开始，而是从允许现在的自己开始。不是努力变得不一样，而是看见我现在这样就已经够了。不是否定当下，而是与它结盟。当你接纳当下，你不再用过去惩罚自己，也不再用未来威胁自己。你让自己安稳地待在此时此地，不急不逃不装作。你开始从内心长出一种稳定的力量，那份力量会在你面对选择时给你方向，会在你面对混乱时给你耐心，会在你面对挫折时给你温柔的陪伴。因为你已经知道，你不需要成为谁才值得爱与信任。愿你也学会接纳当下的自己，不论现在是混乱还是清晰。愿你知道，那些你以为应该排斥的部分，其实才是你蜕变的土壤。愿你允许一切照它的节奏发生，也允许你在其中慢慢成长。因为接纳当下，是你启动改变最有力量的起点。我曾经以为，疗愈是一种修复，像是把坏掉的自己拼回来，像是把裂缝缝补好，像是要变成一个更强、更稳、更不会痛的人，才算真正好了。所以我拼命去学习，去练习，去转化。每一段情绪都想找出背后的原因，每一个卡住都想释放掉。我以为这就是所谓的疗愈，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完整的人。但在过程中，我却越来越不安。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还没处理好，是不是还有创伤没清理，是不是还不够稳定，不够正向，不够圆满。我陷入了一种新的焦虑，叫做我还没好够。那不是自由，而是另一种内在的逼迫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疗愈的一段静心里，听见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不需要修好自己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哭了。原来，我一直以来并没有真的接纳过自己。我一直以为疗愈的终点是变得完美，但其实真正的疗愈是允许自己不完美。不是你没有情绪了，而是你不再责怪自己有情绪。不是你不再脆弱了，而是你愿意拥抱自己的脆弱。我们不是一台需要维修的机器，我们是正在经历旅程的人类。我们会害怕，会疲惫，会逃避，也会不小心又跌回旧模式。那都没有关系，那不是失败，那是诚实。我开始练习不急着修复自己，而是陪伴自己。当我难过时，我不再问这是不是旧创伤又来了，而是问自己，现在的我需要什么？当我失控时，我不再急着调平，而是轻轻说，你已经撑很久了。真正的疗愈不是把自己调整成应该要有的样子，而是允许自己有时候没有方向，有时候想逃，有时候只是想躲起来。是允许自己还在路上，是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这样的你，我也爱。我不再追求完全没问题的自己，我开始珍惜即使有问题也愿意活下去的自己。我开始看见，原来那些我以为应该被修掉的部分，正是我最柔软、最真实、最有人味的地方。
愿你也能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自己，不再是要去改造，要去证明，要去纠正，而是轻轻地允许，我有时候不完美，但我依然是完整的。因为疗愈不是修好自己，是允许自己不完美也没关系。我们都想拥有一些什么？一段关系，一种生活，一份安全感。我们用尽方法努力靠近，生怕错过，失去，不够快，不够好。我们以为抓得紧一点，就能保证它会留下来。我也曾如此。爱情里，我小心翼翼的回应，生怕说错一个字就失去对方。工作上，我精准掌控每个细节，生怕放松一点成果就会溜走。我以为只要我守得够好，我就能留下我渴望的一切。但现实却一次又一次让我看见，越是紧抓，越是失控，越是计较，越是混乱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太用力了？还是我根本不相信自己值得拥有？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放下了。不是因为我不在意了，而是我真的累了。我对自己说，如果它真的属于我，就不会因为我放松一点就消失。我试着松开那双想要控制的手，让事情自然发展。神奇的是，就在我放下之后，反而开始接收到更多。那段原本摇摆不定的关系变得自然，那份难以完成的工作忽然流动起来。不是因为我做得更多，而是我开始相信，我不需要紧抓什么才能证明我值得。你愿意放下的，就是你开始拥有的。因为放下不是失去，而是停止抗拒；不是不在意，而是不再强求；不是放弃希望，而是给出信任。我们常常以为拥有要靠努力抓住，但其实真正的拥有，是你在心里深深知道，这是我的，我不需要证明它是。你不再怀疑它会离开，也不再怀疑自己会搞砸，因为你知道，即使一切变动，你依然有能力接住自己。我开始看见，每一个放下的瞬间，其实都是灵魂轻盈起来的开始。当我不再用恐惧紧抓，我才开始真正看见眼前的美好。当我不再用控制指引，我才开始真正听见内在的声音。放下的不只是事物本身，还有你以为非得如此的执念。放下对结果的执着，才会看见过程的礼物。放下对速度的渴望，才会感受节奏的智慧。放下对完美的追求，才会接纳当下的真实。愿你也开始练习放下，不必一次放下全部，而是一点一点的，从信任开始。愿你知道，放下不是弱，是强大到不再需要依靠控制来获得安全。因为你已经足够完整，足以容纳未知与流动。你愿意放下的，就是你开始拥有的。因为你已经不再从匮乏出发，而是从相信自己值得开始。那样的你，才是真正拥有一切的起点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